好，我们直播开始啊，大家稍微多等1-2分钟啊，傅志斌先生就会上来了啊，所以我们老规矩啊，到时间我们就开始啊，那么嘉宾迟到一会儿没关系啊，我们等一会儿。今天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主题啊，我们就跟傅志斌先生，我们作为2025年北京对话的最后一场啊，我们就做一个对于今年的总结，以及对于明年2026年的一个算预测吗？还是一个畅想啊？待会儿聊了大家就知道了啊，具体聊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北京对话都是即兴的啊。我们稍等一会儿，估计很快就可以上来了。哎呀，这2天我这特别的懒惰，是吧？没有做到日更节目。昨天呢是我的那只可爱的小狗啊，Money 过生日，所以就一天都在陪它玩儿。当然了，最近我确实比较累，因为除了做节目之外呢，我一直在写我的那第4部作品嘛，正好就是到了一个很需要能量的阶段啊，所以就是我倾注了非常多的情绪、时间、精力、能量在这个事情上。这个就以后再聊吧，啊，以后再展开来说吧，因为这个中文版的徐州之旅，对，反正他也没上来，那我就随便说2句啊，就是我现在正在写的这部作品呢，中文叫，再稍微等一会儿，1-2分钟他就上来了啊，那个神武勇士稍微等一会儿。写到第4章啊，总共9章，现在写到第4章快写完了。那么这第4章是非常痛苦的一章，因为原本初稿的时候啊，专注在这一个部分啊，我没有去写的那么黑暗，但是我又觉得还是要把一些东西写出来，所以现在在这个打磨它的过程中你就要进行很多的改写啊，加入很多的东西，然后当然了，你这些黑暗的东西，你都要先作为一个作者，你要先直面它，你自己要先勇敢的面对它，然后才能把它写出来交给读者，这就是一个挺痛苦的过程啊。但是反正这种事儿干得多了久了，就是痛苦不痛苦的都两说，就是你在里边就是那种自虐性质的，也能找到一些快感啊，大概就是这样。哎呀，我们这位傅志斌先生，这个换个衣服好慢呐。等会儿啊，等会儿。好菜不怕迟，是吧？一会儿还有一些很好看的图片啊，可能要展示给大家。没事儿，你问吧，反正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太多的主题，就是闲聊，所以你的问题我待会儿就会去问给这个傅志斌先生，看你的问题比较适合在哪一个阶段我问他，所以你就先发出来吧啊。还有大家别的人有什么问题想问傅志斌先生，或者想问我都行。好，我们反正今天主题就是2025年马上结束了，大家有什么想法？然后最主要的2026年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有什么想法啊？都可以来聊。然后你们的留言我会直接给，就像这样啊，大家看屏幕上就像这样，我会把你们的留言去调出来啊，放到这个屏幕前面，可以让其他观众更好的看到。哎，好，我们这个神武勇士的第一个问题出来了啊，这次中日关系是吧？习有点骑虎难下啊。行，好，这是中日之间的哈，一会儿我们聊到2026年的时候，我会先问他这个问题。好，我们这位观众说啊，第一次看我的视频是吧？节日快乐，什么节日啊？今天是什么节日？我不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昨天是我的小狗的3周岁生日啊，然后今天是我这边现在还是12月13日。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节日。然后傅志斌先生那边已经是12月14日了，对吧？神武勇士那边也是12月14日了，对不对？我这边还是12月13日的夜里11点多啊，一会儿聊着聊着就会到14号了。我们这个傅志斌先生怎么这么的慢呢？我催催他啊。我催一催他，哎呀，好，神武勇士，你的第二个问题呢，还在打字是不是？大家怎么样呢？你们2025年过得怎么样呢？有什么就是觉得，按照因为2024年的时候，肯定对于2025年有一些目标，对不对？有一些设想，完成的怎么样啊？整个这个2025年对你来说，你觉得美好吗？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呢？有什么颠覆掉你过去价值观的事情呢？我今天我先看一眼这个神武勇士的第二个啊，美国情报界哦，俄乌战争的事儿是吧？嗯嗯嗯，行，OK，这两个问题我一会儿问他啊。好，我们估计很快傅志斌先生就要进来了，他正在往里进。今天呢，油管给我发了一个邮件，就是总结我的2025年。他说你这个2025年呢，是从元旦的那期节目开始，然后这一年，就是给观众回了多少条评论啊？好像是2000多条，然后说给多少观众的评论点了这个赞啊，就这个爱心儿，说我点了1万多个，然后那期节目的标题我今天还看了一眼，它就叫那期节目的标题就叫2025会发生非常多颠覆你固有观念的事件。我觉得大家有什么也可以从这儿先想一想，对吧？2025年究竟有什么事情啊？无论是中国的、世界上的啊，你自己身边的、发生在你身上的，有什么事情颠覆掉了你固有的一些观念？肯定会有，对吧？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对我来说也有，也发生了很多颠覆掉我就是原来的一些想法的事情。待会儿我也会问问傅志斌先生啊，他是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好啊，我们继续的等。好，先念留言啊。神武勇士说，2025年你最大的决定就是加了我的会员，是吗？感谢啊，感谢，让你破费了啊，破费了。哦，你看很多的节目，真金白银加会员，对你来说不是一个随意的事儿。是我知道，我对穆斯林群体的问题的对信仰的理解是吧，和你的三观完全一致啊。好，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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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确实得感谢我的这些会员们啊，虽然人数不多，但是特别的难得。因为我这个频道呢，其实你加了我的会员呀，因为很多人是做新的节目，会区分会员非会员，但我这边呢是一般来说新的节目都是对所有人敞开的啊。我这边的会员的区别就是我会把老的节目啊，一两年前的节目我都会慢慢的封存起来，只有会员能看，或者说会员内部你愿意跟我做一个沟通可以。我看看傅志斌先生怎么了。稍等啊，我再给他发一个链接。哎，
他正在努力的往里进啊。好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再说一遍，非常感谢神武勇士啊，你确实是一直在支持我啊，而且你的这种支持呢，包括给我留言，当然包括每个月真金白银的，因为你充的这个2档会员啊，我就觉得更对不起了啊，对吧？因为一档会员现在有大概400多期的会员节目可以看，其实这个量还可以，我觉得还是对得起会员的。然后2档会员呢，就是我每个月都会有一场，只有2档会员能看的专属直播啊。当然，最近这几个月我都是在念我新写出来的这个小说，我就直接念给你们听了。当然，这个其实也见仁见智吧，可能作为第一手的，你听到我写出来的这个作品，其实挺珍贵的。但是如果你不喜欢文学作品，那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充这个会员，对吧？但是现在其实2档会员有跟1档会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现在有一些节目我会封存的更深一点，就比如说过去做过的一些对话，或者原来做的某一些节目，我觉得这些节目或者对话的真实度存疑，或者说它很有争议了，有一些问题，我就把它封存的更深一点，那就只有2档会员能看到。这样的节目现在大概也有就是6、7、17了吧，啊，这个量也还可以，也在陆续的增加，所以就是这2档会员的事情。Anyway 啊，反正就是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有一位英文的留言啊，你在学习中文是吧？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can learn Chinese, with me. 我还比较喜欢当老师，是吧？经常有人在这个点上骂我，因为我觉得我的中文发音还是很标准的。OK 但是你现在看不到字幕啊，你现在因为这是一个直播，所以没有英文字幕，然后会在这个直播结束之后，我会把字幕加上啊，英文的字幕。好，继续念于朦胧这个事儿是吧？因为饭圈啊，就是你知道，在中国所有的组织都被打散了嘛，对吧？我们都说中国这个原子化的社会。2025年于朦胧这个事儿确实让很多人觉醒。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什么颠覆掉你固有价值观的事情？那于朦胧这个事儿，就对于支持于朦胧的人，无论是他的粉丝，还是整个现在全球范围内去为他发声的各个国家的人，可能真的都有那么1-2个点颠覆掉了他们固有的价值观。因为中国是你没有什么组织嘛，对吧？所有组织都是有党组织渗透的，但是就是这个饭圈这种偶像的力量，还是比较脱离党的控制的，我觉得。所以，而且年轻人居多，互相联系的这个方法也是比较前沿的，科技前沿的，对吧？所以他们的通过一些事情的觉醒，其实对于整个中国的一个改变挺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2025年就是后半段，从9月开始于朦胧这个事儿出来，我做了非常多的节目关于于朦胧，因为我觉得这是特别难得的机会，可以让本来很多人他是不会去关心政治的，不会去关心中国的事情的，然后因为于朦胧这个事儿，他会去在油管上去看一些东西，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是能给他告诉他一些正确的观念，就挺好的。好，我们那大熊说什么？川普可能不好过是吧？2026年，随他便吧。哎，川普真是。
对，饭圈是一个很重要的群体啊。我们傅志斌先生用电脑进不来啊，他现在改用手机啊，所以大家再多等1-2分钟。好，我们这儿有一位观众说什么？2025年喝了1年的粥，可以啊，你喝不腻吗？一顿吃80个饺子，一顿吃10个饺子。一年如果每天都吃饺子，一年一共少吃了76650个饺子。可是你一天真的能吃80个饺子吗？就是你这个不是一个就是夸张的玩笑是吧？还是你在跟我说真的事儿是吗？反正我现在有的时候我是搞不懂人家的意思，到底是这话说出来是真的呢，还是在开玩笑？我不知道你一天到底能不能吃80个饺子。哎呀，南京大屠杀，我最近节目真的做的少，就是做不到日更。然后我过几天我又要出去，这个就是圣诞节嘛，出去玩，所以也是可能会断几天的节目更新。我也在尽量的去完成你们的作业啊，让我讲这个讲那个。大熊之前给我留言让我讲这个马斯克跟欧洲这个事儿是吧？其实我不是很想讲，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这个欧盟的这个状态，我不认为会改变。这个马斯克算什么呢？他到底？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我们其实讲的很多了，我也不知道还能讲什么南京大屠杀。哦，对，今天还很有意思。之前中国不是拍一个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嘛？我不是做过2期节目去骂那个电影嘛？然后下面就有非常多的人来骂我，对吧？基本都是墙内的中国人，或者海外华人也有。真的不是水军啊，我们不能把所有骂我的人都扣一个帽子，说是踩缝纫机的，真不是，有很多就是，就是正常翻墙出来看节目的中国人，在涉及到日本问题的时候，他们真的就这个观念是比较固执的哦。他们说什么呢？就说这个对日本就是要复仇啊！我觉得就是很多中国人基本就是这个观念，这个是很可怕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其实唯一我觉得这个事情，今天我看到唯一好笑的就是这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对吧？有一个推特的账号，然后发了一个图去什么纪念这个南京大屠杀，永远不忘啊之类的。然后，就有很多人在底下冲塔，是吧？哎，稍等啊，听得到吧？好了，傅先生上来了。哎呀，喂，听得到吧？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你呀、是怎么？你没有？因为这个我是用的那个手机，用手可以，机的话呢，它还要装 APP，知道吧？不用啊，这个用网页就可以上来呀。上不来。我是后来搞了半天，哦，我才现在装了一个 APP 才上来，不好意思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我跟大家，我们今天就是闲聊嘛。好，你这个日本饺子比较小啊。好，这样啊，那个您能现在听见我说话哈？听得见？我把我们好久没聊天了啊。我那天特地看了一下，上一次咱们那个对话是1年半之前。虽然呢是2024年，但是2024年的6月份啊，已经1年半了。今天呢就是约您来聊天啊。主要就是2个话题，因为作为这个2025年的我这个北京对话的最后一场，咱们呢回顾一下，我可能一会儿也有一些问题想问您，就是您这个2025年过得怎么样？应该是挺精彩的，我看好像前一阵还跑这个全世界到处溜达，是吧？
是出去走了一下。一会儿也给我们讲讲。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后面我们会聊这个对于2026年的一些判断啊，一些预测。哎呀，您这个风景是真的美呀，后面看看。哎呀，哎呀呀呀！夏天呐，谁不喜欢夏天呐？哎呀，我们这边现在都是冬天呀。啊，看看这个，看到前面的大洋了吗？嗯，这个前面这个叫海里面的一个内湾，是不是啊？对，叫冷翠湾。这是一个，所以呢，我是说这个是海，它是海，但是是湖，又像湖一样的，它是很平静的，基本上没有浪的，而且上面是淡水，下面才是海水，中间是悬浮层。哦，这样啊。对，所以你看的这个颜色是特别的，就是各种各样，有点像波斯猫的眼睛，对不对？哎，那如果上面那一层淡水，如果去喝的话，是没有咸味可以喝的，是会一丁点吧。我反正发现狗有的时候我就喝这个水，这个我前头右侧的样是泉水出来，看到那个地方是那个就是红树林了，那个就是典型的红树林，知道吧？天堂啊，这是。没错，我们这就是天堂。我们上一次聊天的时候，您这个诺河西海还没有弄好呢。哦，是吧？我们上次你刚刚讲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聊的？2024年的6月，好像6月29号吧，还是6月多少？哦，那是没搞好。那我是我这个，您是什么时候弄好的这个？我差不多24年的，我想我是几月份搬过来的？大概8月份吧。但是那个时候还没完全搞好，然后呢，这个差不多今年吧，25年的4月份，我们就算是开幕，但实际上没有完善。然后呢，慢慢，现在就差不多了。开始就我们另外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在那个 book in 可以这个登记了，叫 navesa.com。如果愿意看我们这个酒店的情况的话，你就叫 Navesa， 就是我们的名字 NAWESA对 ESA.com， 那就是你就可以上我们的有照片啊，什么东西都可以。现在我们刚登上，把这个网址打出来了啊，在这个屏幕上啊。对 ，Navesa.com， 对，没错，是这个。我们刚上线就有人 booking，法国的、澳大利亚的什么东西，这样挺好。就是说这个工作嘛有特别多，但是反正现在呢都从我们住进来以后就慢慢全部完善起来了。就包括我们住进来，我们谈话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帐篷都是没做好的，现在也就做好了，这样的。我们这儿有一些您那边的照片啊，我们放给大家看，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我们先把这个部分聊完吧。这张照片可以，您就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正门吗？什么东西？我现在把这个照片放上来了，您能看到吗？对，我看不着啊。我看不着，我看看。能看到吗？我现在打到屏幕上了，我们的照片。我没看到，我看不到。You are in the show。可能是不是您使用手机的原因啊？有可能。哎，等会儿我看看他是不是我把这个。就是有一个木质的门啊，上面写着 Welcome to Navesa。那是我们的那个大门。哦，有一辆黄色的吉普车停在这里。对。那是我们。这个大门进去就是一片林子，是吧？
对，我们这个进来以后呢，这个我们这里都很大，大概有个3000亩吧，将近2平方公里。2平方公里呢，实际上你走下去还有2公里呢到海边。但是从我们这，然后我们就往左侧进来，左侧进来就是到我们的酒店了，那直走那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居住区，就是我们已经搞好，就是那个诺河西海的社区是这样的。然后还所以有一张照片，我现在看到的就是您可能就在这个房子的2楼，您现在可能就在这个2楼。对，有可能，对，你是算有几个太阳伞？对，一个红色的一个对，我现在就在红色的底下。这个房子是你们的一个这个算是办公点中心吗？对，办公点、餐厅、咖啡馆都在这儿。我底下的话是我们的办公室，这左侧的就是这个餐厅，还有咖啡馆，这样。另外那个刚刚说有一个熟人去预约可以打折吗？肯定打折啦。我们北京的听众肯定打折了，对不对？毫无疑问的。好啊，要到了一个不管几折啊，给大家要到了一个 coupon 没问题，然后就是肯定打折。你看你们这个活动中心啊，我们下一张照片给大家看的，直接就可以看到您刚才说的这个是叫什么冷翠湾是吗？对，冷翠湾，对，冷翠湾啊，这个名字为什么说起的是吗？我取的，因为这个之前是没有名字的。为什么叫冷翠湾呢？我可以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这个上面是淡水，下面是海水。为什么上面是淡水呢？是因为有泉水，就是左侧这个地方，我们这一侧那个地方，那个是有3根竖的起来，那个是一个泉眼。泉眼出来的地方呢，这个泉水嘛出来，它自然就凉了。我们这底下还有很多的这个泉水冒起来，所以我们底下都是一种水眼。那这样上来就上头这个水啊，淡水就比较冷，下面呢这海水呢就比较温和，它就可以保持一个温度，所以它上下温差差不多有1度左右。那么中间呢，它又是那个海水嘛和淡水嘛，它自然会有溶解液，对吧？我们就叫悬浮液，这我们学过，初中化学就有了。那这样的话呢，所以你去注意看这个我们的这个颜色，它有点牛奶色。你发现没？侧面它有点牛奶色，它就是这个，就是因为它那个密度不一样，阳光照射下它就反射出。我用我的形容就有点像波斯猫的眼睛一样的，这个是深蓝浅绿啊，不大一样。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所以我就像一个蓝宝石一样的，我就讲，那我就叫冷翠湾吧。翠是因为它的蓝，冷是因为它的上面的温度比下面要凉。这个游泳起来，你们游泳的人就知道了。你下去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凉一点，但是游了以后，因为你身体有热量，当然这个水要是比较凉爽的话，那就很爽。如果要是这个水一直很热，这个游泳很难受的。所以如果要是能够这个上面的温度凉一些，那就很爽，很凉爽。所以这几天我都不知道，其实我每一次游泳可能都有差不多1000多米。但是我完全没有注意到是游了这么远，我还以为游泳就是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个脱掉衣服就从这个冷翠湾就下去了，是吗？对，就在冷翠湾。这个冷翠湾实际上是原来殖民地时期法国人的度假点这一带那所以它比较安全。它实际上它水在往里头走，大概有100多米、200米都很浅。低潮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走到中间了，它这个所以是很安全所以很安全。那就是它也适合这里头呢大型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鲨鱼之类的是没有的。为什么呢？你看到你现在我们坐了这海边，你听不到涛声，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湾，它的涛声它是在礁石那边有礁石，有一圈礁石，所以这个大型的这个鲨鱼这里是进不来的。它只能是说呢，但是我这里头看过魔鬼鱼，我潜水的时候看过魔鬼鱼的。然后我们这里头还有海龟，只是我们这个邻居经常现在是打扰他们，可能这个白天它就藏起来了。以前的话，白天这个经常看到海龟在这出没的。哎呀。
然后我们下一张啊，给大家看看这个内部房间的啊，有一张房间的图片。这是什么样的房间啊？我们等于就是可以预定的话，过去就是住这样的房间是吗？可以，我们呢是这样的，一共是现在有17间房，其中10间是帐篷，就是帐篷呢其实很大，就是帐篷内部是4×4，就1/6平米，外面还有个2×4，就是8平米，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每一间都可以看到海。那帐篷是不带洗手间和空调，但是电扇是有，因为通风良好，因为没什么问题。然后呢，有7间房，这个是我们用装配房做起来，有人看的像这个集装箱，它不是集装箱。3间就是一间套房，还有2个就是2室1厅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那这个都是带卫生间呐，这空调啊都带，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您说的帐篷，我给大家看另一张图，就是有一个夕阳西下的，有那些就是帐篷的房。对。哎呀，真的很美啊！给大家都看完啊，然后还有一张这样的，大家看啊，然后有那么几张是晚上的照片，我觉得您那儿的那个夜景特别的美。对对。有一个就是晚上的灯光啊，您那个吉普车停在那儿，然后这个房子有一圈灯带啊。对，晚上，这是对，像是一个营地一样的哈。对，后面还有什么计划吗？就是您这个地方还打算建设什么建筑吗？你说对了，我们现在建的这个都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地方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空气很透亮，你也看得到，就是特别的透亮。就待会儿就讲，我不是跑的一些地方嘛，就感觉到真的生活还是在这里比较好。然后呢，晚上看星星呢，这是绝对的1等1的。我现在已经学会了很多天文学的知识，比如天狼星啊、猎户星座呀，对吧？我甚至看到了这个木星和这个天王星的位置啊，这些都是。那么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说另外说我们这个地方是有温泉的哈，就是我们已经发现了温泉的。我们下一步呢，就是把这个要打造，实际上这个度假村的第2期，就是这是第1期，只是我们一个初步做一个大家能住下吧，解决水和能源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能源全部是用太阳能哈，我们这个里头跟外界是没有联系的除了目前我们吃饭的东西还要买。其实我们要是有农场，有愿意从事农业的人朋友到这来，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然后呢，你们这个纯粹靠太阳能就够了是吗？对，纯粹靠太阳能。我们现在跟外界没有，其实不需要外界能源。当然，除了汽车，现在汽车柴油我们还是用这个推土机啊、拖拉机啊。所以我们生活上全部是用太阳能，水也是一个太阳能取决，然后这个太阳能储电，然后完全都是自给自足。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然后下一步呢是这样的，我就准备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建一个大概100到150间房的度假村。这个度假村呢，我是准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可以泡着温泉看星星的观景胜地。我现在给大家看的图就是您发给我的那张，有一棵树啊，在夜里，然后那个灯光打在它上面，然后整个可以看到这个星空非常的璀璨。哎呀，这个晚上星星这么多哈！你看，还有一张也是这样的。对，看星河是家常便饭了，银河是家常便饭了。然后你注意看那张，其实还有一个流星，我拍的一个流星在里头。第一张那个图里头其实是有个流星划过去的，好像能看出来，就有一张纯粹的星空图里面啊。哎呀，太美了！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就这个图就收了啊，我们就接着跟付先生聊天了。哎呀，想这个图片是展示不出来1/10的美的啊，大家想看得现场亲临其境的去看。是，欢迎大家，因为我们下一步呢是这样打算，就是我要把这个建设成真正的一个温泉
观心圣地。怎么说呢？就是奏响天堂景，就像我们这样的天堂，你看了这样，真的是天堂一样般景色。夜游银河，就是你这个白天可以看到人间的美丽，晚上呢可以看到宇宙的奥妙。这是我要打造的，也就是说呢，你可以泡的温泉数星星，怎么样？我突然间觉得啊，就是您现在的这个精神状态和这个精神境界啊，都不太适合聊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了。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这个，还是世间这些俗事儿哈，还是这些浊事。哎呀，这个让人烦心的事儿哈，一天一天的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得把您啊这个思绪啊稍微拽回来一点。我们先回到今年2025年，您先给我们讲讲啊，就是咱先不聊开心的事儿了。今年这一年呢，您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其实最不开心的事情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怎么蠢人这么多。就是说很多人对于川普，不知道你发现没发现，其实我现在说川普的，我在推特上已经很少发言了，偶尔发言基本上也是说川普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一直在说，这个美国人选总统，全世界人民吃药，就是美国一帮人不管怎么样吧，选一个你也不管他怎么样的人，但是最后呢，只要是世界人民，你得吃药，你得承担这个后果，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对吧？我觉得，而且哈，就是说，川普本身他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这种人世界上太多了。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哈，川普这样的人在德系里头的人，我还真的见了不少。大家知道我是在苏黎世留学的，那我的合作伙伴里头有非常多的德国人，原来我也在德国公司工作过很久。其实德国人里头有一部分人，其实其他地方也有哈，就是真的中国人里头也有啊，就是除了挣钱不择手段。除此之外，道义什么东西都是扯淡。他既没有别的爱好，也没有，他就是挣钱。挣钱你以后干嘛呢？反正就是做他想做的事吧。那这样的话，而且他想做的事，就有一句谚语在那个瑞士怎么说呢？他说：“你问他有什么爱好，他说他的爱好就是挣钱。”就是这样。因为他的人生的目标是用钱来衡量，那他为了挣钱，他是可以不择手段，他因为他没有别的乐趣。那现在这个事情在美国这个事情以后，他已经做过一届总统了，对不对？他做总统的德性，而且他已经是大家都知道，而且他已经被定罪的。那么你选一个这样的总统上来，也就是实际上对我来说，北京就说任何所谓的那些以基督教徒具有优良道德水准的这种说法，我觉得应该可以破产了吧？这个选川普的人，大概选川普的人里头，大概有一半以上是所谓的福音派了，是对不对？他是大概全美国的30%嘛，选他大概是一半以上。对，这个是福音派。那么这福音派是所谓的最保守的、最有传统价值观念、全然都，反正所有的美德你能写上的都写上。他据说都有。但是呢，他们就北京，咱们不评判，咱们这个是这个是一个贬义词不是一个中性词，咱们不说了他就是把所有的人间美德都往自己身上挂，但是最后呢，他去选了一个被美国司法系统定罪的人，重罪，而且这个重罪除了撒谎、经济撒谎以外，还有这个
好像强奸，对吧？而强奸是过了追诉期，但是民事案件他是赔了，对吧？这诸如此类，谈不上道德高尚，谈不上诚实的一个人，还第二次选上，你能跟我说这些人很有道德感吗？是不是？那也就是说，翻过头来，刚刚你说不开心的事，其实我最不开心的事就是说，2025年这一年，让大家对美好的事物再没有了一个想象和一个坚定，很多人都已经不坚定这个事情。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民主灯塔，或者一个好的道德标准？就是说，你看看美国这个样子，就觉得很多人觉得我们以前的追求是不是错误的？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我们所说的那种美德，或者说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谈的。这也是我可能一般到年终吧，我都会写一份这个年终汉字。我今天先不透露，但是呢，大概我会在这里头写。那我回头当然还有明年的展望，我会写。当然我们今天也可以谈一谈。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一直在这样的说哈，这个人类比我们现在还黑暗的时候多得多。所以呢，也不需要特别的丧气。但是呢，确实现在这个事情呢不是很乐观。我记得在2022年的2月26号，就是普京进攻乌克兰第3天他24号进攻的嘛，26号，我记得我跟马骏先生这个侃的时候，我就说过一句话，我说过呢，第3天我就说普京已败，因为普京已经达不成他的战略目标了。到现在看起来，他除了在这个川普的支持之下，协助之下，还有一点点现在的装腔作势要的，但是呢，他已经是完蛋了。我跟你讲，从大势来看，战略上来看，他已经完蛋了。他就是从开战的第3天，他战略上他已经完全失败了。但是第二句话是什么呢？人类未知，人类未知。因为当时我就看的这个事情呢，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和全世界人的反应也好，很麻烦，很麻烦这件事情，包括当时说原子弹的事情，包括就是核武器，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反正你就从这个世界上你就可以看到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对别人的算计和互相之间的算计，然后综合起来串在一起，就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真的是一个，其实很精彩。作为一个旁观来说是很精彩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对于当事人当然是很悲惨的一个事情。对于乌克兰人来说，对于泽连斯基来说，它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对普京来说，当然对俄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很不快活的事情，对吧？他本来是说3天之内临门一脚，24小时解决战斗。对吧？既然聊到这个俄乌战争啊，有一个问题想问您，是我们刚才这个我频道的会员观众啊，给您提了2个问题，然后呢，我先问其中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我现在打到屏幕上了啊，他就说这个美国情报界呢最近出了个报告，说普京啊不愿意停战，因为停战后呢，在前线的200万俄军士兵回到俄罗斯，无法安排他们工作，这些战场回去的人呢可能会反噬啊，要求普京下台。纽约时报呢又说这个川普和普京勾兑啊，出卖乌克兰，说是不是可以理解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了下一个战场才愿意停战？比如波罗的海3国，还是说他有可能会帮助习近平去打台湾啊？因为否则普京停战的话，他的能源已经无法卖给西方了，他就只剩下战争经济了。不打仗，俄罗斯的经济无法运转，制裁也就很难解除。大概就是这些问题啊，您怎么看关于俄罗斯这个事情？可能大家会想到，就是第1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后来的这个沙皇俄国，它其实不是沙皇俄，实际上是一个，它已经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注意，我们讲的一个故事叫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称呼。布尔什维克是多数派，
孟斯韦克是少数的，但是这次是指一个会议当中的情况。当年是沙皇俄国就是因为战争打不下去了，然后被迫辞职，然后呢，这个作为议会制，然后社会民主党人执政，但是是孟斯韦克，然后呢，这个布尔什维克就是以列宁为首的这帮人呢，记住，在德国人的支持下，啊，对，他的武器全是德国人的，钱也是德国人的，然后呢，把这个用武力，就大家知道攻打东宫啊，这个事情拿下来了。这个话很长，大家可以去读我的这个洗脑的历史，大家会知道。回头来，就是我们俄国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呢？历史有很多地方很相同，但是也可能会不一样。这个东西呢，我们不是算命的，很难说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从前线回来的没有得到适合报酬的这些人，肯定是一股不安定的因素。至于他能不能达成推翻政府的目的，或者讲这要看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当年的列宁能够达成，是得到了德国参谋部的大力的支持，大概多少万的金马克支持，武器装备和什么东西，要不然凭空他是没这个力量。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特别怕什么境外势力的原因，因为他自己就是靠境外势力起来的嘛。对吧？所以大家不要是受，就是我们这个中国人说华语的，就是在大陆受过教育的人，都有很多那种人民决定历史的东西，什么没那个事儿。民心是有用，但是民心起什么用，怎么样起作用，那是两说的事情，真的是两说的事情，那不一定啊。那么俄国这个事情呢，还有一句说哈，我其实2022年的时候，我当时就说，其实俄国和中国当时就是有协议的，这应该是俄国动手打乌克兰，几天搞定乌克兰，成立政府。这个时候，美国和欧洲肯定是要制裁俄国，他们这个都是想得到的。这个时候，习近平是要攻打台湾的，这是他的最好的窗口。当他攻打台湾的时候，那么俄国人他等于是牵制了西方制裁俄国的力量，同时呢，普京又减轻了习近平的压力。这个实际上当时是最好的窗口，但是 OK， 因为3天没打下来嘛，结果打了一个稀里巴拉，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这样。但是呢，这2-3年当中就快4年了，到现在为止又有一个最好的窗口期。我一直在说，我的估计是26年习近平是要打台湾的，大概率要打台湾。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说，我从现在可以100%的肯定，川普是不会支持，不会就是协助台湾防守，100%，这个我是可以肯定的。而且说不定他们之间现在已经谈好了很多交易条件。好，那么我们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也就是说，习近平必须是在川普任职期间来打，因为川普还有3年。那这3年当中，他不可能等到最后1年吧，对吧？那么就是说，今年是25、26、27、28年他就要选举了。记住，27年是中共建军100周年，中共是有献礼的这个事，所以很多人这个西方的人说，27年他要动武，不，26年，因为打台湾和平复台湾，它是需要时间的。那这种情况下，他只有26年打台湾是最恰当的时候和时机。这样的川普至少还有2年在位，那么美国还会很乱。而且呢，川普这个样子，中期选举以后，川普会不会被残骸，都是一个问题。他能不能做到还是一个问题。所以他26年他必须要打，他不打的话，这个窗口期就过了。最好的武统时期。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对日本的首相高市跳出来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么恼火，
剧组那么恼火。为什么恼火？因为美国已经搞定了，没想到又跳出来一个小兄弟，所以你看他会主动打电话给川普，让川普去压台湾、压日本。正好也是这个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啊，我们也顺着这个问题一块儿您再聊啊，喝口水。您看啊，就是这个问题是这么问的，就是说这次中日关系的风波啊，说感觉呢习近平有一点骑虎难下。美国驻日大使今天表示啊，全面支持日本，包括对钓鱼岛在内啊保护日本的承诺。高市呢作为一席少数执政党啊，对外强硬，玩点民族主义，也有帮助他稳定这个议会内权力和支持率的作用。但是呢，习近平骑虎难下，现在就步步紧逼啊，什么熊猫也不借啦，什么的，全面开启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啊，不来日本消费，不准去什么日本留学。说会不会？他的问题是会不会最后习近平拿捏不了这个民族主义的火候了，然后呢擦枪走火，海军上面先干起来了，所以这个台湾还没打呢，中日先打起来了，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个人认为打台湾打日本，基本上不大可能的。我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如果擦枪走火了呢？擦枪走火也不会大打，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我觉得，作为中共来说，它的核心是台湾。这个台湾问题实际上是我一直在说，这是习近平被他的父辈洗脑造成的一个恶果。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这个他是从小到大被洗脑出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只有统一了台湾，他才可以超越他的精神父亲毛泽东。毛泽东虽然是对他家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但是他实际上我是觉得是他的精神父亲，他是一步一趋的跟着毛泽东走，而且他要超越就说超越这个邓小平，超越毛泽东，比肩秦始皇，唯一的第一点就是要统一台湾。第二点，什么叫什么钓鱼岛啊，什么南海啊，这些东西他要拿回来。当他拿回这些来的时候，他可能就超越秦始皇了。大家注意啊，作为一个。所以大家不要去看网上什么张又侠又怎么样了，又侠了什么，这个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扯淡的。习近平他在中共党内已经是没有敌手了。对，这种敌，他可以把胡锦涛这么架出去，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权势有多么熏天了，对吧？你这个李克强有一丁点的这个不配合，就直接就心脏病了，对吧？这个话都不用再说了，这个以后肯定会出来的这些事情。但是呢，他最后怎么样？他就是要有这种独裁者哈，他没有敌手的独裁者哈，他就第一，他要考虑他的定位，他也在世界舞台上去扮演角色。就像我记得2022年的2月份，他不是跑到俄国吗？去访问。临走前还撂了一句，我觉得很有意思哈。这个有两件事，就是这一件事，第一件事，他在门口当着记者的面说，我们现在面临世界未有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两国好好配合。你注意啊，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变局当中就是2分世界嘛。最多加一个美国，他现在川普来了，其实现在就往这个格局走的，对不对？他只是推后了3年4年。大家记住哈，这是对于他来说，这是特别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还有一次就是这一次说那个北京那个天安门那个说150岁的事情你注意哦，这中央电视台弄出来的。对。不是别人弄出来的。对，你要知道，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这种东西，文革当中还有一个红旗杂志，现在是没有了。
它都是党的喉舌严格控制的，它每一篇的报道，晚上的这个新闻报道都是中宣部的这个副部长、主管这东西要去看的，甚至宣传部长都要去过目的，是重要的东西，怎么可能无意中露出这种？这是有意的。那么有意露出来这些东西是告诉你干嘛呢？就告诉你们别梦想，老子身体好得很，我要活150岁。所有人，你去理解中国的政治和理解，尤其是中国，你就要从这个细节上的去看这些东西。就是他套路什么不重要，你得问一下为什么。他这些东西就透露是：第一，习近平他自己感觉非常好，他还可以活很长时间，70岁他才150岁的一半。注意，第二，他要争取一个世界领导人的角色，他已经不满足于中国了，就跟毛泽东当年在50几年他一样的，他要退居二线，他实际上很多人在中国的眼光当中是说啊，他说不是，他退居二线，他实际上想做共产国际的领袖，他要去做理论，他要从理论上指导全世界的这个。当时在50年代、60年代，有很多的共产主义的派别叫背后有个括号毛泽东、毛主义者，就包括我可以跟大家讲那个智利的那个光辉派，现在还在打游击，尼泊尔那个执政的那帮人，就是前段时间好像被推翻还没推翻的那个，就也是毛派的共产主义者。那波尔波特大家都知道了，那个柬埔寨的，还有好多非洲的，我跟你讲，好多非洲的大家不知道的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也知道这很多哪个国家我也分他搞清楚，那都要查资料，对吧？真的很多。他当时是想搞国际，那么习近平他实际上也有这个想法，他要用他庞大的经济影响力去影响这个世界。然后呢，又碰到一个美国一帮人选了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主，什么都可以卖，只要你给我钱。而且呢，你也看到我在那个推特上我也说了，就看川普这一家人的这个搞钱的德行，这就不是一个相信自己可以永远做总统的人，对不对？你说一个人如果想到我要完成我的帝业，我要不让我的家族永远统治这个他怎么会想到去搞点这样的小钱，搞个10几20亿，搞几十个小目标这样的东西？他们当然他没办法嘛，美国的制度限制他了嘛，他不可能永远在总统这个位置。对，他实际上他是没有信心的，他知道他是没有信心的。所以呢，我话讲回来，这种愚蠢，跟着川普的那帮人，他以为他们能够得了，最后倒霉的一定是他的。就看川普的德性，永远如此。这帮人就没有一个看出来的。我真的我也服了，这个世界上真的挺有意思。我们刚才有一个观众正好问了个问题呢，我也一块问给您吧。您觉得2026年就明年这个范围内，川普有没有可能倒霉？明年2020年也看中期选举哦，对不对？那你中期选举不来，他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弹劾，应该是没有不可能的，对不对？他必须是共和党内部的参议员们也同意，那好像是2/3，他好像我记得是要2/3的参议员同意，那2/3就意味着至少有一半的共和党的议员是要同意弹劾，对不对？那这种技术他不做的天渊人路，不做的彻底，在共和党内孤家寡人，恐怕很难这个就是说，任何人的作死都是自己作死，对吧？任何政治家的死亡都是自己作死的。他如果说按照他自己的这个纲领去做，不至于。但是呢，他的那个纲领是不可以实现的一个东西，他是一个吹牛屁的，他这个是随手一说，然后你会去相信这样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二代，已经垮台了好多回的人，然后呢，他可以给你带来福祉。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很多人但是想多了。您看啊，就是我们当然就说，川普我们都很讨厌了，很不喜欢，就从他这个个人的品行上来说啊，但是他能够当选，当然反映了美国的一些现实的问题，就是美国的虚弱也是不争的一个事实嘛，对吧？他确实是在虚弱。那他虚弱之后，他的整体的国策的调整啊，然后包括他这种国民的一个精神状态啊，他们的一个取舍啊，对于利益的，所以就会给人感觉就是，当然，二战之后的这个国际秩序感觉就是维持不下去了，不能够以过去美国一家独大，然后美元的这个体系啊来的所有这些东西都维持不下去了。那新的秩序是什么？在这个新的秩序中，美国的位置在哪里？其实他自己也在谋算这个事情嘛，就像您刚才说的，他是不是就是在川普的那个构想里，他就觉得好，那我现在美国我不能够当这个世界警察了，对吧？我也没有那个能力，我也很痛苦当的，我也没钱，所以我就收回来一点啊，我跟你们谈关税，我跟你们谈钱，好，我收回来之后，那我原本的势力范围和这些框架可能就要让出去，那是不是在川普的想法里，就我让给中国变成两极，或者再加上俄罗斯什么的，反正就是构建一个新的秩序。在这个新的秩序里，您觉得川普就是这么打算的，是吗？我认为川普根本没这个打算。我认为川普除了钱以外，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就是现在嘴上说的全都是。其实北京，我对川普说什么一点都不感兴趣。他这个人他是从来只看钱不看远大的东西。他对于美国也好，对于他除了自己关心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关心他裤裆底下事儿，现在呢就关心他一点钱的事情。除此之外，我觉得他没有什么。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利用当下来达到他第一，他要站在 C 位舞台中央；第二，他要有钱，他要把所有的东西搞得金碧辉煌。除此之外，他没有。我不大相信这样的一个纨绔子弟还有一个世界眼光啊！习近平他是二，但是呢他是个杆子，他从小他是认为这个世界是我们的。注意啊，这个是毛泽东一句话，这个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追根结底是你们的，这个是对着高干子弟的说的，就是对着邪二杆这样的人说的。他从小认定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和义务去做这个事情，大家不要忘了，他跟那个川普是完全两回事儿，川普是两回事儿。川普是我跟你讲，就是说习近平比川普还是要有一点理想的，是吧？啊，绝对的。从理想的角度上，习近平比他好多了。我们讲吧，有了川普这样的比较，习近平都比他慈眉善目了，顺眼多了，眉清目秀了啊！对，眉清目秀，对的，真的眉清目秀了，不显得不那么蠢了，对吧？所以说，你刚刚讲的这个故事哈，你讲的时候，其实我要跟大家说两句哈。美国之所以后来在二次大战能够一家独大，是因为欧洲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中真是大伤元气，人死了多少？你不要讲德国人、美国人、那个英国人、法国人，那死了多少？那都是死的年轻人，都是死的最优秀的人。大家不要忘记，那种在战场上能够存活下来，打了几年仗，最后又战死的这些人，那些军官们，那都是人才。那英国人也好，德国人也好，他都把最好的人都弄到前线去了，最后都战死了。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就所以欧洲打完这两次大战以后，他根本就不想打仗。第二，不要去轻视欧洲人。我在欧洲，你是现在也在欧洲，欧洲人的能力是很强的，是，他只是说不想打仗而已。对。那么你现在像你逼着他要去打仗的话，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要是惹恼了欧洲人来说，欧洲人也不是这么好惹。他只是现在，因为几十年大家都不想打仗，对不对？你看现在那个美国人，我觉得这挺好玩的。前段时间不是好像有一个副部长，国防部副部长是说，
你们重整军备不可以把我们提出在外哈。这意思是说，我可以不管你们，但是武器你得买我的，对不对？这话说的，你不想管我们，大家就各自上火喽，对吧？但是呢，他又要去的，所以呢，美国他现在要完全离开欧洲不可能的。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能够控制世界吗？我们去看，现在中国能够反制世界的是什么？稀土，对不对？好，稀土是什么东西？我是江西人，大家知道那个赣南稀土我是看过的，怎么弄的？那就是山上挖一个坑，挖一圈，然后把那个液体的什么硫酸液啊什么玩意灌进去，然后呢这个底下再挖一个沟，把那个液体溶下来，把那个液体然后再运回去提纯啊，然后呢渣怎么办？不知道。这么干，而且还卖得便宜，你说谁会去跟你竞争啊？对不对？他当然就把所有的都打死了，但是打死不代表人家不能做，只不过是从纯商业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划不来的，对吧？那么你现在如果说你用这个去卡脖子，它变成了一个战略性的东西的时候，那就无所谓了，价钱就不是一回事了，对不对？那么它的商业和什么最多2-3年，那也就回过来了。他为什么现在人家要去帮你去谈？是因为我需要时间，那我就会，但是2-3年一过你就完蛋了，你就没有了。但是呢，中国不一样，中国它需要欧美的技术，所以我一直讲黄仁勋是一个大奸商嘛，大家都觉得是有钱人很聪明，我呸，所有的顶尖的有钱人，如果他是一个健全人的话，他不会变成那么有钱。记住老夫我今天说的话，是最有钱的那帮人心智上都是会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因为他只有一门心思钻在钱眼里，一门心思钻在钱眼里的人，要不然年轻的时候受过刺激，要不然就是在哪个发展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比如马斯克是吧？伊隆马斯克那是纯粹的神经病，那是纯粹的神经病啊，是吧？他除了吹牛，他的那个天空，因为他童年他还被霸凌过吗？对吧？他也只有在宇宙的空间去想象嘛，想象自己多么牛逼嘛，对吧？作为黑武士嘛，以及在那个游戏中，对呀，就是这样的呀，对呀，他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控制，你比如他现在去跟那么多女性，要怎么让女性去生？哎呦，我觉得你一方面骂这个伊斯兰，一方面的话自己也这么干，我说你算啥呀？对不对？我最近这种是最恶心的，就是一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命名这种生育主义吧，到处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特别恶心这种行为。是，我也觉得特别恶心。我最近不瞒大家说，我也是在看一些书，看关于伊斯兰教翻译这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很多对于这个大家要去都看。因为最近因为我也到世界走了一下嘛。因为有6-7年没走，我也到日本啊，到这个中东啊，都走了一下。看到您发的一些什么感觉？这一走了一圈，我发的很少。我走的一次，我是觉得第一哈，人需要交流，你要去认识这些人。第二，包括我这次感觉到，你比如说阿拉伯人，其实阿拉伯人挺友善的，真的非常友善，他很愿意帮助人。真的很愿意帮助人。阿拉伯人不复杂，就是他当然做生意很狡猾了哈。他比如在商店里头有的东西都不标价，跟见人打卦跟你谈价啊。这个东西呢，这是一个生意手法。我觉得呢，这个是生意上，因为你要记住，阿拉伯人从来都是做生意的人，他做生意这一块那真的是好手，但是他真的是愿意帮助人。我就讲个故事，我曾经在一个街头，我正好是在拿那个手机啊，在定位一个是要开很久车了，我就很累，我就起来站一下，我觉得就旁边有个阿拉伯人穿了一个长袍，他就直接问他说你有没有需要帮助的？我说没有，多谢，我说没什么事。然后他看你真的没有吗？我说真的没有。过2分钟一说你真的没有帮助，你有帮助我可以帮助你。后来我讲实在不好意思，我真的不需要帮助，我只是站着了休息一会儿。就是你可以看出来他愿意帮助人。
那我在推特上也讲了，我就是在我碰到一个中国人啊，就是一个女孩子在这个迪拜，她说她从来在阿拉伯国家旅行的时候，她的大行李从来不用自己拿，都有阿拉伯男人主动帮她拿。真的，我觉得这一点上，阿拉伯人真的挺尊重女性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种生育主义。说实在的，我要讲，这个也看到很多飞机上这个女的穿的这个一身黑，当然这个时候她就要上厕所呀，那肯定要人身需要嘛，对吧？那个丈夫啊，他就要去啊，反正很要照顾这东西。我觉得在伊斯兰世界里头，一部分的妇女，她肯定是这个不经意的受到了这些影响，就像在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婆婆认为这个儿媳妇生了女孩子就是一个破烂货啊，就是一个赔钱货啊，这个一定要男孩子，这是婆婆，她本身是女性哦，对不对？她对于媳妇生了女儿也很不高兴。这些事情就是说，它一个社会的影响，或者说我们一种洗脑，就是对一个思想的控制，它是有一个复杂的一个东西，你不可以用简单的东西去说这些东西。那么我在这个中东地区，我也看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女性很时尚哦，完全时尚女性啊，也是阿拉伯人。我甚至碰到过巴基斯坦的女孩子在那销售这个地产。啊，那穿的就跟我们超市里的，就是这个市场里的超市穿的是一样的那种很时髦的职业装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不要去用一种语言，就是说伊斯兰世界是怎么样的啊，这个东西，人很多，20亿人能说出这种话的人，其实他对于伊斯兰世界完全不了解，对，太片面的一些，是，你想想20亿人呢。将近20亿，基督教人口也是20亿，伊斯兰教20亿。你想想，基督教里的20亿都是千差万别。那还有美国那个阿斯米，也是从德国迁过去的。我告诉你，德国这个也挺稀奇的一个。虽然我说德语啊，这德国的这个啥人都有哈。那阿斯米人对不对？那还在活在17世纪的生活状态，在美国，对不对？你让你窒息吗？窒息啊！你在美国，他也有原来的摩门教也有一妻多夫，对吧？啊，一夫多妻，当然像摩门教整个的是没有，但是还有少部分的极端的摩门教是应该是这样。你不可以说因为这样所以就那样，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你像对伊斯兰的里头，如果说伊斯兰主义。我个人，因为我最近在读这些书，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它可能跟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伊斯兰主义者，他希望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就是比如像你不能喝酒，反正诸如这个蒙面那个其实不一定，就是比如不能喝酒要祈祷啊，就是说一个生活的细节的东西，作为一个政治要求。这是可能让大家非常不爽的地方，非常反感的地方。就是说，实际上生活习惯，就是我们可能现代人已经习惯了，生活习惯是我个人的事情，对吧？那么你政治上那牵扯到别人的东西，那才是一个政治的东西。但是在伊斯兰的这个伊斯兰主义者里头来说，他希望把这个就是说我对生活的一些要求，比如不能饮酒必须要祈祷。什么东西，就这种东西呢，作为了一个政治的要求来放的，它就会引起很大的反动。因为我之前我之前和一个穆斯林去做过对话就是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搜叫伊布拉辛这个嘉宾，我们做过2次对话。他是一个汉人，但是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穆斯林，他家里的那个藏书全是各种版本的古兰经。他原来讲过这个您刚才说的那个角度他就说，其实比如说明天这个世界就毁灭了比如核战争什么的，核大战就毁灭了，然后全都变成这个原始状态了。他说，只有伊斯兰，就是只有这些穆斯林，他可以凭借着这个古兰经
里面的这些教导，迅速的重建他的那个社会秩序和那个文明。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只有就是伊斯兰教古兰经里面，它是对于你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这个社会运转的方方面面的一个规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他觉得他当然人都是相信自己的这个信仰是绝对正确的，对吧？我的信仰，他当然了，他可以做到说我信仰我的上帝，我不干涉你信仰你的上帝，或者你信仰你的主。虽然可能本质上是一个东西，但是我不干涉。但是呢，伊斯兰人就是不是伊斯兰人，就是伊斯兰教这个信徒穆斯林们，他们在往外去传播这个他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因为他依靠的是古兰经啊，那么古兰经里面就是告诉你，我应该几点去做礼拜，我应该这个衣服应该什么颜色或者什么，他就规范的非常的细致，这个东西就跟他的信仰划等号了，他很难去区分开来。对。这是最大的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然后，因为我最近在读的什么，就关于伊斯兰主义。注意哈，伊斯兰和伊斯兰主义是不一回事儿。伊斯兰是一个信仰啊，就或者那个反正那个是另外一回事。那伊斯兰主义它是属于一种泛政治化，就是伊斯兰的政治化。所谓政治化就是要影响到别人。这一点它就会出现问题了。这就出现问题了啊！这是跟你讲的哈，就是第一点哈，我讲确实这是伊斯兰可能跟别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它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指导你现行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对，而且注意，大家还要注意一点，伊斯兰的创立者穆罕默德，他同时是一个国家首领，他创造了伊斯兰帝国，然后后来讲的阿拉伯帝国。然后后来哈里发和什么的，我现在看了一些很多的伊斯兰主义者认为哈里发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懂吧？我们认为政教合一是不好，但是他们认为在政教是最理想的状态。那么他要利用古兰经和他们的不一定有可能是完全超过古兰经的东西去指导别人的正常生活，这就会产生冲突，真的是会产生冲突。对啊，这种冲突有的时候就会产生各种的这个甚至是流血冲突，这非常不好的。那所以说我是完全支持政教分离。我觉得信仰宗教信仰谁都有，你北京有我也有，我的信仰还非常坚决。说实在的，很多人说无神论者没有信仰，我从哪冒出来这胡说八道？对吧？但是我的信仰我也支持政教分离。但是你看，当你对这个穆斯林们说这个政教分离的时候，实际上是真的会很刺痛他们，因为你等于是在摧毁他的这个信仰的根基。我应该这样说，我之前也可能认为，但是我觉得不一定的，这要看这个穆斯林他的受教育程度和他所在什么位置上，这是不一定的。这不一定的，他跟他的文化跟他所处位置完全相关的。你去看穆斯林世界，那有对妇女非常尊重，就跟现代社会是一样，那也有让这个妇女这个足不出二门，足不出户，对吧？出来要全身罩的，这也有。但是这帮人大部分都是从农村的，受教育程度很低的，就是很保守的家庭。大部分不是所有。所以呢，任何的东西都是跟你的经济，跟你的这个讲回来，跟你母亲的教育是有关的。这也是在人性兽性各种半边里头说，妇女对这个社会的进步的作用，真的非常大，非常大。它不是一般的大，它的影响太大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就是说，还有我刚刚你说，他就说，如果这个社会毁灭了，从头来的话，那古兰经的教导是最具体的。我不认为这样。因为古兰经什么时候出现的？公元6世纪、7世纪，公元7世纪。人类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已经活了多少年？已经进入文明社会都几千年了。我觉得这也就当他一说吧。我觉得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意见。我不认为没有伊斯兰信仰的地方，当世界毁灭了的话，他就会漫过去。他的意思就是说，当然我也不是很认同啊，但是他的观点就是说，他们能够迅速会容易，对，会容易一些，因为具体我每天该做什么，
比如男女之间做什么，商人之间做什么，我这个都写在经文里了嘛，包括后面那些。好。其实从这一点来上说，这个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会不会又限制了你的思想的自由呢？当然了，肯定是限制。是不是会让你的社会又进入到一种停滞状态呢？对不对？这个是有利有弊，就是这一件事情，你从哪个方面看啊？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时间里头去判断出这件事情怎么个利用这些事情，就是说已有的东西来对自己做最有利的。但是这个前提，如何看待一个事情，又跟你的学习能力和以前掌握的理论是有关的。这就是所有的叫做认识论，或者是说科学哲学里的范畴了。就是说，你用什么理论去指导你去观察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你看，今年2025年我做过一期节目嘛，那个节目也是被骂得非常惨。我就说，为什么伊斯兰教是变成现在这个问题？就像您刚才说的，固步自封啊，很难去突破啊什么的。我说，它最大的问题就在穆罕默德身上，因为你对于这个宇宙的理解，对吧？你每个时代有不同的理解。你说7世纪是一个理解。9世纪、10世到现在21世纪肯定有新的理解，但是在伊斯兰教那个体系里，它不允许后面有新的解读了，因为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个先知，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不能说我后面的人我不能够有新的解读了，那他就把这个东西给框死了。所以我一直说，我说这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伊斯兰教，你说现在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个根儿是什么？是穆罕默德。我个人认为。这个不仅仅是穆罕默德，我觉得所有的宗教创立者都有这个问题。所有的宗教创立者都认为自己掌握了最后的真理，终极的真理啊，都这样解读完了啊。对的，我不认为任何的这个圣人出来的时候，他都认为他自己是真主的代言人，说的都是真言。不仅仅是穆罕默德，耶稣也同样，不好意思。但是佛教好一点，我觉得佛教他没有彻底把这个门堵死，对吧？就是你这个领悟，因为他是说我们每个人你都可以成佛，对吧？你都可以当这个觉者，你都可以有这个对，这就是我一直在我的洗脑的历史没有说到佛教的原因，因为佛教它不是一神教，对，它不是一神教。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问题都是一神教，一神教是要有绝对的真理，对，它要有绝对的真理，唯一的真理，这就是问题。有了唯一的真理，就需要唯一的控制，要控制思想的源头和思想的出现和思想的拥趸，对，最后就要发展到用武器来控制，要消灭肉体，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个人认为思想都可以，我不管你是佛教、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各种流派，我觉得都没问题。但是，请你把这个信仰、这个宗教信仰放在你个人的信仰、个人圈子里头，不要搞得一个社会政治化。它是伊斯兰主义的，它最大的问题，它一定要在政治生活当中体现伊斯兰教的精神。因为这个事情在欧洲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就是欧洲的这个当他这个要把这个宗教放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打得你死我活，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打的，你看那个东西那是打的没办法了，才最后大家算了，把这个东西放着吧，我不谈这个东西了。我想他如果要是人类再重复这样的就没有必要了，是不是？已经有多少血的教训？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对吧？你信仰你的，你这政治这个东西真的不要掺入宗教这个东西，对吧？就我在推特上也说，就包括你说我看那个鼻子上打个洞，舌头上打个洞的人，全身上下搞满这个纹身的人，我看着我靠，这个不是我的菜，对不对？但是人家喜欢，你有什么说的？我觉得你没有权利去这个说三道四吧。对吧？我觉得这是人家的身体，人家觉得也没妨碍你，你觉得不好看你别看就是了，对吧？但是呢，你要规定说啊，你要这样不行，你这样的就要用，这个就有点过分了，要去坐牢就有点过分了，是不是？对吧？那你到了中国，您觉得现在欧洲这个情况，您现在怎么看？就是这么多的这个
穆斯林的新移民过去，然后他们的思想状态还是这样的啊，他觉得我享有这些权益，然后我有我的一些政治诉求，然后我的这个信仰跟我的这个生活习俗，你们又得尊重我。那当然了，现在欧洲当然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社会了，但有些地方就是做过头了，它就要立法嘛。现在我记得前2天是哪个国家，瑞典还是哪儿立法，就说学校里14岁的女孩吧，好像不允许戴头巾，是吧？就这种类似这样的规定，您怎么看？我认为这个东西，对，冲突是必须要有的，必然要有，不叫必须要有。对，因为它实际上我很早90年代的时候在欧洲生活的时候，已经感觉到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在德语区有很多的这个土耳其打工的土耳其人，对，因为他们从50年代就过去打工，瑞士也有啊一些土耳其人。那么在瑞士也好，在德国也好，碰的这个土耳其人都是那种很落伍，就是很保守哈，就是虽然他穿着因为要融入这个社会，融入社会，但是呢他们的思想是很保守的。后来我记得是97年98年吧，我到这个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我就突然发现，北京，我跟你讲，我想伊斯坦布尔的人比这见到的土耳其人比我在苏黎世见的土耳其人可时髦多了。那是，还是经济决定了是吧？您觉得？就是精英人士他不会出国的，人家在国内待得很好，好得很，对不对？那出来是打工的，注意哈，这打工的跟我们中国又不大一样。中国当年到欧洲去的都是读书的，都是我们这都说实在的啊，算是有一点文化水准的人跑过去的，都是在大学里头混。那么当然也有那个走线过去的温州同胞，温州同胞、福建的这些，温州，那个时候我见最多是温州的，开餐厅，对，开超市、开餐厅的，他们其实现在这个群体就是特别像您形容的刚才那个土耳其那个群体，他们那个想法非常非常保守的。对，他们的，我跟你讲，我在这里碰到一个做这个超市的一个福建女的，上次地震的时候还过世了哈，这很不幸。他就是这样的，挣到了钱要花几百万人民币哦，到他老家去就为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族谱上，因为她是女的。我的天哪，这个，对吧？这个念想执着吧，啊，所以呢，我当时我就看到，在90年代我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他在欧洲的这帮人，实际上他并不一定是他们国内的精英就代表。那么同样，现在在欧洲生活的一圈人，他觉得有2个，一块是当年殖民地，对吧？殖民战争遗留下的，但是那帮人已经是完全的融化进去了，法国人。这主要是法国人里头比较多，阿尔及利亚人、突尼斯人，然后呢，这个英国人肯定是也有嘛，因为这个帝国解体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当时跟帝国一起合作的人就跑过来了啊。但是现在逃难过来的那帮人，他生活水准不会很高，他肯定是一个保守派，他是比较保守的。他保守的话，自然他就会有对这个，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的这种控制，我也觉得是。OK， 这个是，这是这样啊，我们把这个把话题稍微收束回来啊，回到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现在聊2026年，刚才也聊了一些了，但是我觉得您对2026年的判断里啊，那可能最让人觉得恐怖的，那就是说台海战争要在2026年发生。您说。不是，我就想说，您这么确定吗？就是有这个感觉这么的大概率，我个人判断是大概率事件。我不好说100%，100%那个东西是具体时间的更是算命了。那你要看，其实也好算。第一，你要算的不是台风期嘛，潮流嘛，对吧？台湾海峡就是100来公里，它那个潮流期很大的，那么它一定是它不能是台风期，台风多雨的，台风要出来的季节，对吧？第二，
它必须是要这个洋流比较合适的时候。涨潮大潮，天文一算也没有几个时期是符合的。这就是说，战争这个东西，实际上它是一个科技和经济的综合体。进入到这个里头去一算，就知道其实这个东西也就是都算得到的。所以你不要去妄想一战打平，没有那回事，那个都是文。一枪戳翻一个主将你就胜了，哪有那个事情？那是《三国演义》教会我们的东西，那个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情啊。所以台海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大概率事件。但是你刚刚讲的最恐怖的事情 ，OK， 还不是这个是吧？您的意思？不，我觉得台海如果真的爆发战争的话，对中国人来说不一定是坏事。我记得原来在这个网络上有一个人说，我坚决支持打台湾，啊，中共胜利了有一个台湾省，中共失败了有一个新中国，啊，这种说法就是说呢，一个政治事件，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没办法，就是说你看现在中国的这个国情，爱国主义从胡温时代就开始生活，生到现在将近20年了，20年到现在来说，我跟你讲哈，我这次参加，我在博物馆迪拜的一个水上卢浮宫，就看的一个，还是在日本的一个博物馆，就看的一个中国的这个云山的雕像，就旁边就有中国人说，嗨，这也是中国人的，又是被他们抢过来的，啊，就是满满的那种爱国情谊，知道吧？甚至把一些巴基斯坦的雕像的，哎，这些又是中国的吧？我跟你讲，巴基斯坦的跟你们没关系。因为你的佛像那本来就是从印度大陆嫖过来的，对不对？你看看那个佛像的大耳朵，哪一个不是那个斯里兰卡人、印度人的那个样子啊？但是呢，我就感觉到这种所谓的爱国主义的这种宣传，对他们的影响还是蛮大的，真的是蛮大的，知道吧？所以这个事情呢，这种在爱国主义的渲染之下，会变成一个怎么样？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啊，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那2026年，我觉得呢，其实不仅仅是台海，我觉得还要牵扯到欧洲，牵扯到美国，这个俄乌之间、俄德之间、俄国和欧洲之间，还有英国啊、美国和欧洲之间、美国和乌克兰之间，这个俄罗斯之间，和反过来跟中国。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这种局势特别像1911年左右吧，1910年那种世界上，就是大家过了一段好日子了，皮又痒了，有一些独裁者呢又忘乎所以，又要去实现他伟大的理想，普京也好，习近平也好，还有这个诸如此类的政治狂人，他要去实现自己，忘了嘛，就是这个人类做出的牺牲已经忘了，然后现在又开始一轮作死。那至于说未来会怎么样，那真不知道。再打起来的话，可能这个核弹就互相扔了。那反过来说，我跟你讲哈，北京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老傅啊，现在是不是很多人羡慕你啊？也不说你当年选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说倒也不是，我说现在呢，我是觉得很多人是觉得好像我这种选择比较正确，远离这个政治中心。我想其实呢，很简单，95年我就去过美国，也是我唯一去美国，我非常不喜欢美国。我觉得美国，我当时我就觉得美国的政治宗教氛围太浓厚了，我真的不喜欢。但回欧洲吧，欧洲呢是这样的，就是它的规矩确实也特别大，你想要做点事儿，做点自己的事，讨个生活可能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要做自己的事真的蛮难的，规矩太大啊，对于我们这样的要白手起家的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啊。后来回了中国吗？回了中国，结果人家也不容我，对不对？你这个写本书都要找你麻烦，这事情就有点麻烦了，是吧？那么就选一个这个地方，政府关键这个地方好多人问我，你老不选这个地方，风景秀丽肯定是秀丽。既然我们从出生到读书到工作都没得自己选，如果我能自己选一个地方，我肯定选一个漂亮点的地方。
对吧？人生一辈子给你的选择并不多啊，对吧？那我能选就选一个漂亮的地方。第二个呢，这个地方的政府辽等于无，越等于无，挺好。也没有这些腐败的事情是吧？就是说有也有找点小钱是吧？对，就胃口不大嘛，啊，他这边的人就是穷，胃口不大，所以呢，相对来说还好办，对吧？还好办，所以呢，就相对来说就是说，就是因为他政府比较弱，他也没什么东西，他即使刁难你也刁难不了什么东西。再一个，这边的法律还算比较健全，他的这个法啊，他是按照这个。它是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的混合，没有陪审团，但是呢，这个法官的裁量权还是比较大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相对来说他们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说还讲道理。哎呀，就这样。就是如果打起来啊，有可能变成第3次世界大战，但是您那个位置应该算比较安全。我想应该比较安全吧。因为它不是各大国的利益交织点，应该是这样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您的为人啊，其实不是一个完全置身事外的人。就是说，当然了，您对于这个宇宙的理解，对于信仰的理解，对于宗教的研究啊，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您活得非常的超然。但是您的那颗心啊，那颗热诚的心是和这个世界是系在一起的啊，心系世界的。所以我就想问您啊，如果2026年真像您说的台海就打起来了，那这肯定就会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了嘛？那么全世界再次陷入一个战火，哪怕您这个地方依然风景秀丽是安全的，但是您的这个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一个心境？您觉得？首先我会肯定很关心这个世界怎么走向，对吧？就是说，作为你也知道，要是不关心，我也不会跟你做这个节目了，也不会跟老马我们去谈，也不会去写文章了。那写了干嘛呢？我就安心照做我的愚公就好了，对不对？关心这个世界是肯定的，能为这个世界做一点事情，当然我也愿意，对不对？就像我们写东西，实际上也是为了这个世界上留一些东西，当然只不过是说，我想把我想到的东西写出来，留给世人去思考而已。因为这个世界上，我不是说吹牛皮吧，聪明的人不多。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想法，我自认为我自己也不笨，那么能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见识写出来，如果对有一些人有一点用处，也挺好的，作为一家之言，对吧？那么如果的话，机会合适的话呢，我觉得当然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比如让我们这个思想更有影响力，对不对？这是一个我讲，这是作为一个文人可能梦寐以求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肯定不会说我是唯一的真理啊。这个点，我想可能这是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当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学哲学的时候，每一个教授第一句话就是说这是我的观点，没人说我就是真理。说出我的观点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构建为什么我这样说。这是一个基础的科学训练。对，宗教最大的问题是说，你别问我为什么。是昨天晚上天使托梦给我的，神奇啊！对，你没法聊了。神自己没法聊，直通神，到此为止啊！而且我是最后一个先知啊，到此为止。对，你这就没办法了，对吧？这是最大的不一样，这是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说我要去跟你说我为什么这么认为，而这个认为是基于，记住哈，大家讲，很多的理论都是基于我们是人，记住，我们是人。记住于我们的感官，因为在哲学上的我们一直往往推，就大家知道那个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实际上这个理论它是很简单的，因为他很多人就说你为什么说你的东西是真的呢？这个桌子是不是真的存在呢？他实际上最后推演下去就是说，我可以肯定我思想这一块是存在的，对不对？我在想这个问题，然后我指挥我的手碰了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在这个地方。就这个一个逻辑。但您知道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就您说到这个我思故我在，其实在认知学领域呢，这个话是反过来说的，就是说我在故我思，就是说你的意识的来源，因为你得先有这个肉体，你得先有这个大脑的这个结构，它才能最终产生你的这些意识，这些对于我的一个定义等等，所以就变成了我在故我思。对，不，它其实上这个我思故我在这个东西，它实际上就是为了证明我在这个是我在这个东西，至少我可以肯定我在想吧，你不能否定吧？我想什么不重要，但是我在想，是吧？好，我在想，我能说碰到这个东西都在，那就是 OK， 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讲的这个当然这是一个哲学探讨哈，在这个基础，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认知是以人为基础的，就是说有些基础的东西是不需要去论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不可以吃屎，人要吃饭，对吧？这个如果要是你跟一个人去陷入到你是吃屎好，还是吃一坨屎好，还是吃2坨屎好的时候，你这个人你直接拉黑他，你不要去跟他谈了。这种人是没有谈话的一个基础。这个真的是我今年的一个，我不知道算是进步还是变化啊。您知道，我原来是从来不拉黑任何人的，就是你过来怎么骂我都不拉黑你的，就是我是希望不要把这个沟通的这个东西断掉，因为拉黑了就彻底。但是今年开始我拉黑人了，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因为我今年我也在写很多东西，我也在每天在那做节目，我就发现这个人的这个时间啊、精力啊，你不够用，然后我没有精力去跟你去扯说这个屎到底能不能吃，像这个问题，你愿意吃就吃吧，我也不想劝了，就随便你吧，我没法在这个点上跟你去聊，因为太无聊了。是因为有些从这个就是说，包括一些认知也是从人的角度去看的。就包括我们所有的构建，当然这个属于一个认识论，有一个整个一个科学体系的建立，但是就是前提都是我们是人类，从这个基础上去看。实际上，我们再多说一句哈，就是说，比如美国出现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当年的立国者没有考虑到川普这种线？因为我可以跟大家讲，美国的那一套体系，实际上它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从事政治的人物有一点廉耻心，有基础的人体的廉耻心，就是人的基础廉耻心。但是川普他是没有的，所以就颠覆掉了呀。对，这是他那个体系当中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当时美国政治权的它的前提就是你是一个正经人，有廉耻心，有些东西到了你就不会再做了，你就会去辞职。但是你碰到一个死不要赖脸的，我就不辞职，你咋办？也没办法，这就是他的最大的 bug， 这是他那个体系当中最大的 bug 啊。然后呢，不要认为就是很多我们中国人或华人圈都认为好像这个英语世界或者德语世界啊，洋人都是很好的，呸！这种你也在这都坏人多得很，跟中国一样，比例一样，没有太大区别，它只是一个教育程度和生活程度、生活比的问题啊。那我跟你讲，我很早以前在北极的时候，在芬兰，在北极圈里头坐飞机，那个很有意思，它的飞机没有座位号的，就一架飞机100个人，你谁先上去想藏那个位置藏的，那检完票我们一样跑啊。去争啊！那在瑞士没有这个一个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的话，那个人性就全都出来了嘛，就是这样。对啊，你比如在瑞士，大家上公共车的彬彬有礼吧，让位吧。我告诉你吧，我曾经在一次叫那个4人那个节，就是一天反正搞一个节日吧，一天大家都很累了。那公共汽车，然后结束了，公共汽车才过来，就是那个 Tron 什么有轨电车过来，那不风向而下，就跟我们70年代中国的一样啊，哪好一点啊？
我刚才啊是想问您啊，就是说，您比如说啊，像川普这样的人的出现，对吧？其实就因为我们平时在不管做节目、写东西啊，包括聊天、与人相处，我们的那个出发点都是您刚才说的，就是人嘛，对吧？我们都在人，就相信人是有一定的人性的存在的。但是川普的很多东西确实颠覆了你这个想法，所以就有很多人就很。怎么说呢？就很质疑这一点，就是我们过去的对于美德的这些标准，真的存在吗？或者说它存在真的有意义吗？这个标准对吗？或者说别的他们都那么无耻了，都不再坚持了，那我们还坚持它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大家还是同一个 level 上的人吗？我就想问您，如果明年2026年发生这个包括台海战争在内的整个第3次世界大战，那我们知道战争肯定会有非常多突破我们固有的观念的，会有非常多的死亡，会有非常多的无耻的事情，突破人性底线的事情。这些伤痛，这些痛苦，反正您肯定会很难过去承受，对吧？我们都会承受。我就想说，预知一下，您会怎么去面对它？或者您对我们的观众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如果明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年，发生了全人类的突破人性底线的很多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它？我觉得第一哈，之所以我对人性还是有信心的，人类能够从用敲石头啊，活到现在，我觉得正是因为人的理性他还是有能力在一步步走过来的，这个必须要坚信。就是说，至少我和你北京现在在骂川普嘛，对吧？就知道这个家伙是没有道德的一个家伙，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明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骂他。就是说，我一直认为，所谓的道德哈，注意哈，道德不是人强加给你的，是所谓的道德是因为对人类长远是有益的。他才会有这个大家都认可的道德。那么不讲道德，其实我在人性社会性里头我写过这个，就是马里兰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做过一个实验，就是一个吸血蝙蝠的实验。这个吸血蝙蝠是怎么回事呢？他们这个吸血蝙蝠很有意思，它一定3天之内必须要有一次新鲜血液，如果吸不到、吃不到就要死了。他们主要是吸那个牛啊什么的大型动物的这个就不者吸，但是不是每一次都能成功，对吧？那么他们就会产生一个互相协助的关系，就是我这个蝙蝠吸到了，会给没有吸到的人，没有吸到的蝙蝠。但他们这个实验里头是做过这个实验，就是发现呢，他也有一些家伙呢，他接受了人家的血，但下一次他吸完了他不给别人，有这样的蝙蝠。但是呢，他就发现经过了几代以后，这样的蝙蝠都死掉了。就是说，它其实上这个就是所谓的互助这个东西产生，它并不是什么天给你的，而是说它是有利于你的生存。是吧？所以人类的道德，高尚的道德的出现，它并不是因为哪一个先知告诉你，而是因为在这个东西它是有利于人的发展，所以自然而然的留存下来了。对，像川普这样的一个，他只要自己不要别人的话，我跟你讲，他真的活不下去的。你看他搞不久的这种事情，美国他现在是不要盟友，什么地方你不要盟友吗？你活得成吗？对吧？人，我跟你讲哈，记住，人是一个社会动物，对吧？我们跑的没有这个猎豹快，对吧？牙齿，这个爪子连狗都不如，对吧？为什么人可以成为食物链顶端，控制这个世界，可以发射这个航天器到太空？是因为我们互助之间产生交流的需要，有了语言，然后有文字，然后所有的这东西一点点的累积起来。比如像我养过很多狗，你就会发现这个狗的智力是不一样的，每一条的狗的智力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它的最大的问题，它的智力是不能够遗传下来，它不能够，当然了，直系可能会遗传一些，但是它不能够平行的遗传下来，因为它没有记录。
这就是文字和文化的作用，这才是为什么人类对文化知识主张。这个川普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家族最后还是会灰飞烟灭的。不要看他现在政治界，他惹怒了这么多人。我在讲为什么我是这样说。第一，他这样搞下去，除非他一直当总统，把美利坚变成帝国，对不对？他只要下台，你北京，你说会不会有人要清算他？那肯定会有的嘛。你这样不合法、不合规得来的东西，最后要不要被清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是那句话，不该你得到的钱，就是不是你能力范围内能控制的钱，拿到了也会被烧。因为这不是你能控制住的东西。是，就这么简单。那我们也做了很多事情，看得到太多的这些事情了。就是说，你没有你控制能力的人，你是拿钱，最后也是会散的。这就是川普。我觉得2026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每一个人肯定都会有很难过的时候，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我觉得要坚信人类这个总是会好起来的。我们现在比以前已经好多了，你现在的痛苦不过是相对而言。如果觉得你要是相对的以前你的父母亲辈文革期间什么的，你也肯定很好过呀。所以呢，不要气馁。我觉得碰到任何的事情都不要气馁，就是说去分析，尽量的保全自己的这个存在、生存、身体，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话，找机会，找到更好的出路，对吧？就是说，每一件人、每一个人，这个世界上其实你去观察，有很多很美丽的事情。我觉得心情不好就观察美丽的事情，心情好的时候就多帮助一些别人，我觉得这就行了。再一个，如果命运到了你的关头，就像你坐的这里，我坐的这里有个陨石砸下来，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欣然接受。并且没办法的事，是吧？这不是你能够，这不是你能够控制的事情，对吧？但就像我们在那样的时刻，我们要保持一些优雅嘛，对吧？我要跟那个陨石说 fuck you， 但是我欣然接受，你就砸死我吧。这有啥办法？这就像我们开车出去，随时你说这种可能性，碰到一个对面的人突然冲到你车道上跟你迎头相撞，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啊。几率多高呢？很低。但是100%没有吗？不可能。但是你不能会因为这个万分之几或者千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不开车出门吧？我天天走路吧，对吧？我天天走路也不一定安全。我说不定那个控制车的人一条发了神经，喝了酒把我撞一下，那也更可能。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你没法控制的东西，那就让它去吧，不要去太多去。没法控制的东西，你去伤心，那就是你徒增加你的烦恼，对吧？所以26年，我觉得呢，我总结哈，就26年对我来说，我估计哈，会是一个不平凡，就是会发生很多事情。这个事情可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灾难，但是也可能会带来很多机会。这个取决于你自己的第一心态，第二你自己的准备。准备无非是最重要的是思想的准备，你要有。第二，身体的准备，你的身体要好。第三，你要有一些人脉的积累或者钱财的积累，这个东西都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其实人脉和金钱它都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不一定完全的，就是说你要有你自己生存的理由吧，你能做啥？你不要说我这里面也经历了很多人的跑过来就讲我们这个要到我这来，但我问你能做啥呀？对吧？你不能说我因为我反共，我老夫家养你，我养不起，我真养不起，对不对？反共是政治观点，对吧？是因为共产党，我这共产党做了不对的地方，不是因为共产党就是共产党我就反他。其实共产党也做了一些不错的事情，对吧？他成立的时候他是有他的合理的地方，他是因为这个社会上有些不公，他觉得这样不对，但他做起来以后完不是那回事儿，
他做的比原来那叫确实是有这个理想主义者存在的，是有的。对，共产主义的最后你为了夺权了，你不择手段了，容纳了很多的社会这种闲散人等，是吧？这个我在洗脑历史写的非常清楚，他本身这个马克思弄的这一套东西都是胡扯，但是共产主义这一套它是来源于天堂的想法，这个想法是人类有了就有，这种东西一直都有，但是马克思搞的那一套是最违背逻辑的一套，就是他讲的科学最不科学的玩意儿，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就是一直在流行起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对我的写的洗脑历史特别害怕的原因，知道吧？这玩意儿，因为我本身学哲学出身，对于这个，因为写哲学嘛，它最终要找到根源，然后从根源地方，然后一层层剥茧出来，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事情。但是遗憾呀，您这个大作呀，其实本来对于这个中国人的讲大一点啊，启蒙也好啊，认知的提升是有很大帮助的啊。那当然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们这也快2个小时了，我们最后一个问题问您啊，作为一个作家，您这个2025年有没有好好写东西？2026年准备写什么？26年，我来拷问一下您。对。我25年是绝对没好好写东西，基本上没写。我就知道，所以我就问您这个问题。26年呢，我希望真的就是人家静下心来，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把我以前计划要写的东西写完吧。这个因为确实是我还有一个关于就是我也跟你也说过，关于中国就是从思想控制的角度谈中国历史，这真的很有意思这个东西啊。那我的逻辑书本来校对。就是搞一点校对那也没事，因为我确实是我觉得这个思想文化这个东西是一个人类最好的财富，所以呢，就是说呢，我一直说，就是说大家没事就好好读书吧，总归开卷有益，对吧？哪怕你碰一本烂书，你也知道他妈这世界上还有人写了一本这么烂的书。所以看出他的烂，不就说明了你对水平了？对。我记得2013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骂马云的，就是当丑角想变为神的时候。当时你知道为什么我说马云当时写这本书？2个原因。第一呢，当时他是说六四镇压的好，没有六四就没有后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这让我非常愤怒。第二点，他就说呢，这个书不读，但是不能读多，那一副那种暴发户这种嘴脸，就是说这种洋洋自得啊，就是说这个问题，看吧，这个书不能不读。他读的那几本已经够了，对，这意思我读的恰恰好，我读的恰恰好，挣到的钱，你们也别读书了。后来最后我的结束，我是这样说，我说他之所以有现在的场景，就是因为他读了书，他至少他的英文呢，他不读英文，他哪来的这后来自己生意机会，对吧？第二，他的垮台就是一定是跟他读书太少。对，2013年我说动了吧？这已经过了几年，12年，他怎么样？当时很多人说你怎么跟马老师这样说呀？那个人家当时叫马爸爸的都有啊，如日中天啊。我说你就没有看到你这个生意是靠着权势起来的，你靠的全是起来。中国的大的生意，我可以跟你讲，他基本上他的资源都控制在官僚手里。你要做大生意，一定要跟官僚们合作。好，跟官僚们合作，官僚们有起落，你就会有起落，甚至说官僚们的起落跟你的起落也有关系。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或者大家可以这样深一层是说，官僚的起落和你的生死有关，对，你会更惨。对，绝对的。我在2022年就是写洗脑的历史之前，我写过一篇长文，叫做《尊严离所有的中国人还很远》。我不知道在我的谷歌博客上登没，但是我在我的那个文集当中是有的。那我当时分发了好多人，但我这是邮件形式的。我当时就说了这个事情。我想在中国，你做小本生意，可能搞个路边摊啊，什么东西，可能只需要跟城管搞好点关系。但是呢，你要是稍微大一点生意，你没有关系是没法做的。但是你和官员扯上关系，那就是他的兴衰跟你有关，甚至说
从你身上人家要找他的突破口，你死得比他还惨啊！这就是中国商人的宿命。如果你不改变这个制度，你这个宿命永远改变不了。你看你现在搞贪腐，这个中纪委你要拿下一个官员的之前是先把跟这个官员有往来的商人全先拿下呀。对，先把你们全整一顿，然后看看我是哪个棋子儿，我怎么用，然后才会把这些东西都证据啊和这个罪名都安排好了，你都这个口供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去把那个官员拿下来。是谁先死的。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就是说，不管是在中国如何，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在世界上都一样，就是你要去找到一个政治上还算比较公允的地方，这也是我当时来这个地方的原因，就是说至少这边的政府呢，它起不了好大作用，因为它确实没什么好大权力，这一点我就比较喜欢。那是商业的上级，我能做多大是我的事情，对不对？那做的不好也是我自己的不行的，对吧？也怨不得。我不喜欢大政府或者强力的政府，虽然他可能确实可以安排很多事儿，但是你会觉得很可怕，因为当他做错事的时候，你没有任何办法，你拿他是，这是很可怕的。这也是我其实我一直认为，国家的意义在未来应该降低，社区的意义应该升降，而且我认为人类永远应该就是这个趋势，但是这个趋势有可能是上千年，也有可能。这种想法可能我的想法已经超越了1000年，但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个事情呢，大家听听。反正我至少按照我的能力往这个方向走，就这么简单。我给您讲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在我之前我写的那个科幻小说《天使》里面啊，我那个小说写到2088年，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国家了，而且最后一个国家消亡了，因为有这种强大的这种科技公司起来嘛，然后人的意识可以上传了，那么在这个生物结构上，那人就越来越少了嘛，意识都上传了，所以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嘛啊。然后呢，我的那个出版社的编辑看我写这个，说2088年最后一个国家没了，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最后一个国家是不是中国？就是其他国家先没有了，最后是中国。然后因为当时是要在中国出版了，我说对啊，最后一个是中国，但是也没了，那也不太行。因为我说为什么不行呢？我说全人类都，这是一个科幻故事啊，全人类都没了，那中国作为最后一个没有的国家，难道不行吗？我的编辑你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吗？他说如果中国没有了，哪怕是最后一个国家没有了，他说那这个中国共产党在哪里呢？党来领导什么呢？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就说你即便写一个科幻小说，你也得给中国共产党找到他应有的位置。彻底无语。我结束前我再跟大家说，我最近呢买了一本书，新加坡淘到的，是全言赤写的吧，还是写关于陶铸。大家可能很陌生这个人。陶铸是这样的，在文革当中他是第3号大人物，走资派。第1号是刘少奇，第2号是邓小平，第3号就是陶铸。这个陶铸当年我一直不大懂啊，你知道为什么？第一呢，他在文革前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他是一个省级领导人嘛，中南局的这个广东省委第1书记，中南局的书记，第1书记，算是一个大区的人物。他很有意思，1966年的6月调到中央，9月变成第4号人物，1966年12月份就被打倒。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才明白，哦，他原来实际上是毛泽东调来，本来是准备打刘少奇的，因为他的老婆曾氏跟毛泽东关系非常好，而且当时他也是反刘少奇的人。结果呢，到了中央以后呢，他反刘少奇不利，就被毛泽东直接拿下，变成了反对派。实际上，毛泽东这一手哈，我总结哈，他就是杀鸡给猴看，给你周恩来这些人，你只要不认真，你也可以变成这个样子，知道吧？就是这样。然后这本书，我要想讲的这本书就是说，大家对于中共允许出版，甚至这本书都是在香港出版的，就是中共统治下的这个，他还生活在中共的这些作家的，你一定要注意他的这个。比如他这本书里头把陶铸的倒霉都算的
江青头上啊。然后呢，这个他就把这本书整个陶铸的命运的转折都放在是江青的轨迹，然后江青在陶铸和毛泽东之间挑拨离间，让毛泽东不得已打倒陶铸。大家就可以看到哈，就是在中国读中共的书，甚至是台湾、香港出版的书，你都要提个神儿，要提个醒儿，要万分警惕这里头的陷阱。他没有告诉你背后的故事。是，对。我觉得今天差不多了吧？哇，这讲了好久了，快点，晚了一点，但是呢，补了很久。我们要多聊一聊，以后要多聊一聊啊，不要这个下一次不要等1年半了。可以，我1年半。1年半呀！是我们是24年6月上次聊，然后到现在1年半了。所以我说这个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隔了这么久啊！您这个，但是您太忙啊。但是现在差不多，现在好一点，现在好一点。对，这么好的环境啊，然后我们常约着点。下回到时候我们还可以播里头走一走都行，都行。好，可以，没问题。这个既然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比较好，周日上午咱们谈聊聊，没问题。好嘞，好，那就这样说。就祝您2026年一切顺利啊！多花时间在写作上啊，把这些东西给我们留存下来，这些思想接受批评，这是最重要。也祝北京你的节目越办越好，也祝各位听众这个明年今年过得愉快，明年更愉快啊！不管怎么大风大浪，我们总有过去的时候，对吧？然后呢，这个我现在呢，就第一个呢，忙要年终有篇文章。年头有篇文章，然后呢，我想可能会跟马骏先生也再做一集，结束之前做一集就侃侃嘛，因为他确实很忙，所以的话，我觉得我先聊聊吧，反正都是侃，大家都是朋友，反正聊一聊。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最大的就是我们是什么观点，我们不掩饰，我就是这样，我对得起别人，对得起大众啊。至于说别的和说法，这个能有1000万张嘴，你堵不住别人的，随便吧，是不是？随便吧，对吧？好，那就这样说。感谢，好嘞，再见，感谢所有的好嘞，感谢傅志斌先生，拜拜。好，拜拜。